这两把破剑冰寒刺骨，跟我的纯阳地火八字不合。仙七品的杀伐利器，哪怕在天苏城这种大宗门，也是拿来当底蕴供着的宝贝。但我留着也只能吃灰。既然没用，不如扔下去，拿正宗的紫焰当个炮仗，听个响。这笔买卖，修仙界恐怕还没人做过。赵少主，这光幕还在往里压。刚才老三试着用6品遁地符，刚碰到光幕就被搅成血雾了。兄弟们，快顶不住了！顶不住也得顶。这阵法在抽谷底的地脉，退一步就是死。给我闭嘴！赵大少爷，你这口精血吐的可真不值钱，生生烧了3000年的道金，就给这破罩子挠出指甲盖大的一条缝。你们天虚城不可一世的底牌，看来也不怎么顶事儿啊。沈狂，少在那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可是失传的7品上古杀阵，有闲心在这看戏，不如滚过来搭把手，等本修主仙力浩堪，下一个被碾成肉泥的就是你。等等，那小子在上面站了半天了，咱们被困在死局里，他为什么连个杀招都不放，甚至连跑的意思都没有？下面这帮老怪物活了无数年，遁法通天，如果直接把法宝当暗器扔，人家就算重伤也躲得开。先用这上古杀阵把退路焊死，再拿重宝直接盖顶，这才是瓮中捉鳖斩草除根的必杀局。疯了，那是本命仙器！他拿自己的本源去点那2把仙器品的器灵，败家子，这疯子不要命了！不对，这白光，他在强行点燃仙器品的器灵，他要把这2件无价之宝直接引爆了给咱们陪葬！退，快退！少主救命啊！2件废品换7000万年寿元，这笔账大赚。连整座山头的地基都被硬生生向下抹平了30丈，地脉都烧穿了。仙七品器灵自爆的威力确实够大。16个虚寂境，外加2个琉璃境的高手，全烧得连灰都不剩。好在这些高阶储物戒指用料扎实，扛住了爆炸中心的高温，没跟着一块融掉。2个黑市和天虚城的顶级富户，外加16个精锐的全部身家，这波回血算是不亏。2柄仙七品的余震，比当初15件仙6品自爆的反噬还要狠，品阶差了1级，反噬的力道简直是天壤之别。气海刚一抽干，引爆仙气残余的狂暴反震力道就顺着经脉倒灌进来了。要是压不住，这身道基就废了。来得好，既然气海空了，那就借着这股狂暴的反噬，给我把玄光3层的门槛撞开。不靠打坐苦消，而是借着法宝反噬的生死冲击强行破境，这便是修仙界最凶险，也是最暴力的拔升之法。这层壁障总算撞碎了，玄光3层，这一趟罪没白走，这笔账算是彻底平了。16个虚寂境高手，
还有一个琉璃镜2层的，就这么没了。那到底是什么法器自爆？这9宫逆转阵加上那白光，怎么能把人抹得这么干净，一点渣子都没留下？阵是死阵，威力大小看用来引爆的火药。你这9宫阵所的构思，把整个谷底的空间焊成了一个铁桶，爆炸的威力全闷在了里面，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他们自然死得不冤。对于一个13岁的阵道天才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证阵法配合绝对当量所造成的降维抹杀。这种认知上的颠覆，远比任何说教都更让人战栗。他没有崩溃，反而在试图复刻刚才那场爆炸的能量封锁逻辑。这丫头是个天生的技术疯子，以后若是还有杀局，这套阵法绝对是最好的牢笼。干得不错，尾款结了，咱们你我两清。这世道说到底还是得看谁手里的本钱厚啊。烧得真够干净的，2尊仙7品器灵自爆，连这底下的地脉都给强行蒸发了。这修罗场现在就是大罗金仙亲自跑来招魂，也查不出半点我留下的底细。9宫叠加，再引入极阳爆破，原来杀阵的极限回环能做到这种程度，这阵脚改的绝了，到底是怎么连上的？只要他还沉在这门技术里，黑风谷这场局就天衣无缝。这丫头对阵法的痴迷，比任何杀人灭口的禁制都牢靠。毁灭的余波，就像砸进死水里的万钧巨石。黑风谷的风暴虽然平息，但真正的涟漪才刚刚开始向外席卷。连百里外的这片山头都落灰了，这得是多大当量的仙气直接自爆，才能硬生生把地皮刮去30丈？这不是普通的自爆，这灰里带着高阶器灵被强行抹杀的死气。赶紧走，把这消息压死在肚子里，谁沾这雾气谁死。出大事了！神狂老大的魂灯碎了！你放什么狗屁！老大带了4个虚寂境10层的高手出去办事，别说这望虚城，就是整个东荒南域，谁能悄无声息的动他？真碎了！就在黑风谷那个方位，5盏灯是同一瞬间炸灭的，连讨个残魂的机会都没留下。来人啊！快来人！少主的本命魂灯灭了！一个连名号都没在东荒路过的散仙，居然天书城那个目中无人的小子给抹了，这望虚城的天真要变了。查出底细了吗？到底是谁干的？只有这一个名字，其他什么背景、师承、落脚点，全是一片空白，根本查不到根脚。快撤，把所有的线都切了。这名字现在是个马蜂窝，谁碰谁死。突破到玄光境3层后，气海里的仙力底蕴确实厚实了不少。以前压着地火还得费点力气，现在倒是随心所欲了。哎，你们听说了没？昨夜城外黑风谷出天大的事儿了，天虽城的少主，还有黑市的那位大佬沈狂，全让人给端了。听说连个全尸都没留下。你疯了？那种神仙打架的大事件，也是咱们这些底层内门能随便议论的。你没看执法堂今天都戒严了吗？当心惹祸上身。4品丹药，成色足，数量核对无误。外头天塌了，与我何干？今天还差2炉丹，第2炉起。东3区的地盘，沈狂死了，现在该归我接手。你算什么东西？你的魂灯比沈狂还暗，接手？先看看自己能不能活过今晚。都少说2句吧。那个叫墨尘的，昨晚在黑风谷把沈狂
神狂和天诛使团连锅端了，骨头渣都没剩下。咱们现在抢地盘，万一他杀上门来怎么办？这是沈老大的贴身护心镜，怎么烧成这样了？这上面还残留着真凶的仙力余余。你就是昨晚那个墨尘？既然认出来了，那省得我废话。沈狂死了，从今天起，黑道的盘子我接了。谁有意见，现在可以提。没意见，全凭墨尘大人做主。没有拔剑，没有见血，墨尘仅仅用一件死物和一个背影，就硬生生踩断了这望虚城黑制里所有萧玄的脊梁。品阶太高，我这玄光2层的修为根本压不住这光。要是再搞不到仙石去买高阶镇灵符，这剑早晚要招来杀身之祸。那门大比迫在眉睫，宗门发的那点残羹冷炙，连给这把剑开封都不够。若没有海量的极品造化强行堆上去，这玄光2层就是我在这吃人宗门里的坟墓。我需要仙石，多到能砸烂这些规矩的仙石。沈狂留下的黑石暗杖看明白了吗？看完了，16个片区全是一盘散沙。沈狂一死，这摊子就是块烂肉，谁都想上来咬一口。那从今天起，别让他们小打小闹了，把这16根散线给我拧成一张大网，你来当这个家。黑市里比我修为高、资历深的老鬼多的是，你连脸都不露，凭什么把这么大的盘子搞定？你私下里教这免疫仙石避开宗门考勤，暗中早就把这12个隐秘交易点摸得一清二楚。活儿你已经在干了，我今天不过是来给你发个正式的授权。这根本不是一盘散沙的草图，这是一张已经推演到了极致，足以把整个东荒散修的骨髓都榨干的天罗地网。这人不仅手段狠辣，这等算计天下的谋局能力，简直让人后背发凉。3个月，东荒散修手里的造化，我保证一滴不漏，全收进你的网里。老祖，那个叫墨尘的档案建好了。这人的底细查了几天几夜，修为疑似虚极巅峰，但来历完全是空白，就像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一样，连一丝过往的痕迹都挖不出来。您看，是不是先把他放进假字号高危格子里盯着？绝密死档，老祖，那可是最高威胁层级的档位，上面一共才压着3个老埋户的名字，他一个凭空冒出来的散修，够资格放进那里吗？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底细有多硬，而是根本查不到底细。凭空出世便是最大的变数。封档。杜师姐，你可算出来了！老天，这丹药的成色5品上等，师姐你这回肯定能把那个陆清安踩下去了。就是，这半个月那小子出尽了风头，现在杜师姐炼出了5品上等大药，看他还怎么嚣张。这家伙的积分怎么还在涨？简直是个不讲道理的怪物。师姐，你别生气，咱们慢慢追。生气？我生什么气？技不如人，认了就是。我原以为自己加把劲儿就能和他平起平坐，现在看来，人家底子比我厚得多。师姐，你服软了？这不是服软，是认清现实。知道了前面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总比当个井底之蛙强。差了一步就去补这一步，这有什么丢人的？老大，这16个散修盘口的旧头目根本不听咱们的调遣，
他们仗着自己手里有客源，死活不交账本。咱们要一家一家去打，3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够啊！谁说要一家一家去打了？他们不交账本，就让他们抱着账本饿死。饿死！从明天起，把咱们手里那批绝等的4品大药全部分流到这3个新盘口去卖，价格放低1成。绕开他们！可是老大，这样他们……对，绝等丹药就是最大的诱饵，不出半个月，所有的散修客源都会被我们吸干。那些旧头目手里捏着的破铜烂铁卖不出去，连下个月的铺租都交不起。到时候不用我们去打，他们自己就会跪在门口，求着我们把他们的地盘收编了。绝了！不费一兵一卒，直接釜底抽薪。那位躲在后面的大东家倒是找了个好当家。他给我刀子，我替他切肉。3个月，这望虚城的地下暗网只能有一个规矩。会长，这药香溯源追踪的终点，死定在了仙剑宗内门的天字号丹房区。结合黑市易主情报和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大批4品绝等丹，错不了。截断咱们公会财路的，就是仙剑宗里的人。去一趟仙剑宗，既然线索牵到了人家的地界，于情于理，咱们都得登门拜访，依着规矩探探虚实。会长，仙剑宗今日这大阵的光芒，似乎比平日刺眼得多，防得够严的。阵法开得这般紧，看来这门里的水确实深得很。望虚城炼丹师公会分会长许屈山有事需进贵宗天字号丹房区核查一桩线索，非本宗弟子需长老令牌方可入内。分会无宗门跨界执法权，恕难放行。会长，他们这是明着护短，要不要回去请总会齐个下发正式的协查函？仙剑宗毕竟重规矩体面，等咱们总会的协查函一层层，就算真有什么线索，也早断干净了。许会长，请退后。禀报总会，韩少尊亲启。望虚城炼丹师钢会的许青山，此刻正堵在咱们的山门外30丈，要查内门丹房。护宗大阵开着，他进不来，随他去战。写下这3个字，犹如一场对过去无声的复盘。那是半年前他在绝境之中唯一能给出的底线。自陆离宗逃亡，已经整整半年了。圣灵境的全力遁光，加上当初咱们硬拖的那3天，足够他甩开韩九郎半年前那艘飞舟了。炼丹师公会捏着东荒所有高阶仙脉的开采令，我宗数万弟子破境延寿的造化，皆仰其鼻翼。这便是半年前我们为何要忍，不是怕他们打，是怕他们断了东荒每一座丹炉的仙脉。所以自路走前说要去换条路，半年了，不知他走到哪儿了。这逐宗令当初本座签的首重，自路在仙剑宗待了一辈子，最后竟护不住他一个人。
黑市里不需要嗜血为盟的宣誓。当老总管低下头的那一刻，就证明这架庞大的地下机器已经彻底接纳了他冷酷的新主人。下一批。东三区丹草档口，今日入账。第一份密报，望虚黑市易主，新主代号墨尘，沈狂势力被血洗。第二份密报，黑风谷发现恐怖杀局，残留7品阵纹与丹毒，尸体仙气被抽干。这小家伙遮的动静越来越压不住了，有意思，真有意思。赵无家！禀告太上长老，首席剑修赵无涯，命魂灯碎裂。不管那莫言是何方神圣，敢诛我天意传承，定要他神魂俱灭！少尊主，左边这份是望虚分会虚青山发来的紧急呈报，他追查截断公会财路的源头，一路追到了仙剑宗内门，却被护宗大阵强行挡在了门外。右边这份是望虚城地下暗网刚送来的密卷，望虚黑市昨夜突然易主，旧主沈狂被一个代号叫墨尘的神秘人彻底抹杀了。许君山在仙教宗碰了壁，望虚黑市又恰处在同一眼被人血洗接管，一明一暗，两件事凑得这么近，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少尊主的意思是，这2件事背后是同一个人在搅局？明面上的线索被仙剑宗的规矩挡住了，那就从暗处下手。传我的令，去查这个叫墨尘的，不管他藏得多深，把这望虚城和仙剑宗的底子给我连起来再查一遍。我要知道是谁在动总会的钱败子。属下遵命。敢拿大宗门当挡箭牌，我倒要看看你这层壳子能护你到几时。孟师兄这是疯了吗？在这禁地里待了10多天，不吃丹药，也不用护身法宝，纯靠肉身去硬扛这些上古剑痕的杀气。你不懂，这才是最纯粹的传统剑修路子。他不接任何外物，就是为了在生死一线间，强行逼自己凝练出最纯粹的剑道真意。给我破！剑意重销，他成功了！他竟然真的把剑道真意给融进了骨子里！孟秋然，你倒是够狠，不借半点外物，硬是把这条死路给走通了。仙剑宗有你这般耀眼的天才顶在前面，我这散修的日子倒是能安稳不少。黑市的暗网算是铺开了，丹房的地火也彻底压住了，但现在最大的麻烦是韩九渊。这人做事狠辣至极，绝不会像宗门里那些世家子弟一样讲什么规矩和套路。许君山既然把状告上去了，
韩九莲的下一张牌肯定会直接掀桌子，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好恐怖的剑意！孟师侄，你这刚刚凝练的真意，连你自己的修为都快压不住了。风雨欲来，既然韩九渊的刀快落下来了，那我也得抓紧时间，多攒点能保命的本钱了。空间被撕开了，天上那是什么鬼东西？快蹲下，那是炼丹师总会的剑门。这帮火焰望来望虚城，肯定是要见血的，别抬头找死。韩少尊手令，望虚分会从即刻起由总会全面接管排查。你们这是越权，分会也是有规矩的，怎么能说接管就？闭嘴！在东荒，总会的首诏就是天。分会上下全体退后，给总会执法队让路。他们把剑门的余波扩散出来了，这是在封锁全城的契机！快去禀告长老，总会的人把望虚城彻底锁死了。是天孙城的玉简，我这就去把它拔下来。你不要命了？这是天书城大能发来的跨域剑帖，上面附着的琉璃镜杀气还没散，你碰一下手就废了。天孙城的人是不是疯了？不派使者，直接拿剑气往咱们议事厅的柱子上砸帖子，这等于直接打仙剑宗的脸啊！天虚城首席剑修赵无涯命魂灯碎裂，陨落于仙剑骋地界，不交真凶，绝不罢休。赵无涯死了，死在咱们的地界。完了，天书城这是要拿咱们仙剑宗开刀啊！外头全乱套了，总会的执法队在城里到处录设卡，天居城又直接给仙剑宗下了战旨，我们出货的几个暗口全被盯死了。现在这买卖没法干了，你要我停多久？把明面上的出单全渠道全切断，让底下的人化整为零，全部城府。现在谁敢露头，谁就会变成总会和天摧城泄愤的活靶子。就这么干耗着？这可不像你那雁过拔毛的作风。真让他们把望虚城封死，咱们手里的丹药可就全砸在手里了。急什么？等天苏城和工会这两帮凶神恶煞把望虚城彻底搅浑，底下的散谋买不到药，黑市必然断供。物以稀为贵，等这帮人急得快要咬人的时候，咱们手里捏着的那些绝等丹药可就不止今天这个价了。让他们先闹着，咱们等着连本带利的捞一把大的就行。外面的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咱们的炉火不能停。